还在抱怨电费又起价了，当你还在因为每个月多交了几十块钱的电费而心疼，看着账单头疼的时候，你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早就因为能源危机乱成一锅粥了。一海之隔的邻国已经快被逼到停摆，有的地方因为限电，大型工厂被迫停工，连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都直接熄灭，马路上堵得水泄不通。菲律宾几百家加油站直接拔管不干了，越南连电动车的电都充不上，甚至有的偏远地区还在用最原始的交通工具。但是，同样身处东南亚，为什么我们新加坡不仅完全没有断电的烦恼，樟宜机场的航班照样满天飞，连你楼下小贩中心的灯火都从没暗过，甚至连八岔里卖鱼摊位的制冰机都在全天候运转，你的生活连一丝波澜都没有？难道新加坡真的有什么结界保护吗？错，答案其实就藏在你脚下150米的极深地底。今天我们就来硬核解密，为了买下这份绝对的安全感，新加坡政府到底在地下砸了多少个亿，以及那个连很多本地人都完全不知道的终极护国堡垒。这期视频信息量极大，绝对颠覆你的认知，一定要看到最后。很多在新加坡长大的年轻一代，对危机其实是毫无概念的，大家都习惯了扭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自来水，按下开关就有源源不断的电，觉得这种安逸日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你打开世界地图仔细看一眼，就会发现情况一点都不乐观。中东那个火药桶真的是一点就着，霍尔木兹海峡随时都有被封锁的风险，更别提我们旁边的马六甲海峡这条咽喉要道了。你知道每天有多少艘超级邮轮从这里经过吗？全球将近1/3的海上石油贸易都要指望这条窄窄的水道。这条全球能源的大动脉一旦因为大国博弈或者意外事故发生断裂，哪怕只是一艘巨轮搁浅把航道堵死，整个东南亚的供应链直接就会陷入大瘫痪。你要知道，新加坡虽然是全球第3大炼油中心，有着极其发达的石化工业，但我们自己是一滴原油都不产的，100%依赖进口。如果有一天海上运输线真的断了，又没有足够的战略储备，不用任何敌人动手，我们自己3天之内就得彻底停摆。到时候 MRT 全部停运，几十万人被困在路上， NTUC 超市货架被瞬间抢空，祖屋和公寓的电梯全部罢工，高层住户连抽水马桶都用不了。更可怕的是，连全岛的冷气都会停止运转，那些支撑着全球金融交易的超级数据中心也会因为高温瞬间宕机。那种画面在赤道国家简直不敢想象。正因为这样，政府高层在国会里曾经非常严肃地放过话，说我们有长达数月的能源储备。这句底气十足的话，绝对不是靠嘴巴说说而已，而是靠20年前一个极其疯狂的基建计划，硬生生在地下挖出来的。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工程，能装下维持整个国家运转几个月的油量，而且还要保证绝对安全？现在把视线拉到新加坡西南角的重工业禁地，也就是安保极其森严的玉郎岛。在这座岛的地表之下150米，相当于整整50层楼深的坚硬花岗岩层当中，藏着整个东南亚最庞大、最神秘的地下商业储油库。这个耗资高达9亿5千万新币的超级工程，可不是随随便便挖个坑那么简单。当年几千名顶尖工程师和建筑工人，在不见天日的地下深处，用无数的炸药和重型机械，一点一点啃下了那些极其坚硬的岩石。真的是硬生生在海底炸出来了一个能塞下足足60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地下宫殿，里面囤积了整整950万桶原油。听到这里，稍微有点生活常识的人肯定会满脑子问号，把几百万桶极其易燃的原油直接倒进地下岩洞里，难道不会漏吗？毕竟石头再硬也是有天然裂缝的，难道不会顺着岩石的缝隙渗漏出去，彻底污染全岛的地下水和周围极其脆弱的海洋生态吗？万一遇到一点火星发生大爆炸，岂不是整个玉郎岛都要跟着上天？这就不得不提一项极其硬核的工程黑科技，叫做水幕封存技术。用我们最熟悉的大白话来解释，其实就是利用了水火不容，而且水比油重这个最基础的物理原理。工程师在开凿这些庞大岩洞的时候，在岩洞周围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极其复杂的注水管网，然后持续不断地注入地下水，形成一道极其强大的高压水幕。你要知道，在地下150米深的地方，地下水本身的净水压力是极其恐怖的，远远超过原油向外挤的压力。这些庞大的水压就会持续不断地向内挤压，把原油死死地锁在岩洞里面，一滴都跑不出来。
这就好比你把一个玻璃杯倒扣在装满水的水盆里，杯子里面的空气是绝对跑不出来的。这种极其巧妙的设计，不仅做到了绝对密封，100%零污染，而且因为深埋在地下，岩洞内部根本没有多余的氧气，连发生火灾或者爆炸的最基本物理条件都不存在。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遇到极端的战争情况，普通的钻地导弹都根本打不透这150米厚的坚硬花岗岩。这就是新加坡为了保住国家能源命脉所打造的终极底牌。但说到这里，你可能又会好奇了，既然技术这么牛，为什么不在荒地上建，非要费这么大劲，花这么多钱去挖地洞呢？肯定有很多人在屏幕前吐槽，在平地上建那种巨大的白色储油罐，技术明明又便宜又成熟，政府非要跑去地下150米深的地方挖极其难挖的花岗岩，导致整个工程的成本狂飙了至少30%，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吧？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你就真的不懂新加坡政府那种深入骨髓的怕死治国经济学了。我们本地人常开玩笑说，新加坡人怕输又怕死，其实这种基因早就写进了最高级别的国家战略里。大家仔细想想，新加坡这个小红点最缺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土地。如果要把这950万桶的储油罐全部铺在地面上，足足需要占地60公顷，大概相当于80多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在寸土寸金聚集了全球顶尖化企的玉郎岛，地表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堪比黄金。这60公顷的黄金土地，如果拿来搞高附加值的石化产业，建大型化工厂，或者是用来引进那些顶级的跨国企业，设立亚太研发中心，每年能为新加坡创造出多少100亿的 GDP， 能为本地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多少个年薪10几万的高薪就业岗位，这背后的机会成本简直大得惊人。所以政府高层在算这笔账的时候，脑子是非常清醒的，多花30%的工程费去挖洞，买下的是地面上无可估量的经济增量，以及一颗绝对安全的国家能源心脏。这笔看似在工程上吃大亏的买卖，实则是一笔投资回报率极高的长远战略投资。新加坡的这种怕死，从来都不是退缩或者胆小，而是一种在极端缺乏安全感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被硬生生逼出来的极度理性的生存本能。我们没有广阔的战略腹地，也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只能不断地向地下要空间，向海洋要生存权。据说现在的2期工程完工之后，整个地下储油库的战略储量还会继续翻倍。这就意味着，哪怕明天马六甲海峡真的因为地缘冲突陷入全面瘫痪，哪怕国际油价直接涨上天，新加坡依然有十足的底气，让全岛的公共交通照常运转，让你的祖屋和办公室冷气照吹，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绝对不至于被人瞬间掐断。现在的全球能源危机就像是一面残酷的照妖镜，照出了许多国家在脆弱的供应链面前的不堪一击。新加坡能够在这场危机中独善其身，靠的绝对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运气，而是地下150米的未雨绸缪和那种早就深入骨髓的危机感。我们平时经常抱怨物价越来越高，消费税又涨到了9%，生活成本压得人喘不过气，甚至觉得很多政策不近人情。但或许这正是为了在这个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买下一张绝对安全的门票所必须支付的国家安全溢价。大家要记住，安全从来都不是免费的。你所习以为常的岁月静好，背后是有人在地下150米的深处为你负重前行。因为在生死存亡面前，任何经济账都必须让位给生存账。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够硬核，解开了你心中的疑惑，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狮城社区百事通，也把这期视频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看看。我们下期继续为你扒开新加坡最真实的运作真相，不见不散。